生远，一叶扁舟连波烟。秋水墨色染，如见美人烟波脸。故人久未见，分时煮酒杯未满。风长卷，轻将红袖挽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化尘烟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化尘烟。豪杰中皆化尘烟。我帮你破案，你在父王面前推荐我担任司寇之职，我觉得司寇管理法章律令比较好玩。这是一架天平，那我们就打破这种默契。如果谁能先招，就可免一切罪责，即刻获释。安平君和龙泉君求见公子，愿意招供。韩兄果然是棋高一招。鬼兵索命来了！应该是2位王叔佩戴的玉佩都不见了。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，从每个死者这里取走一件贴身之物？或许这正是整个阴谋中最画龙点睛的一笔。我的2位胞弟就这样？大王，此案不可再查。大将军，这是为何？大王，据传言，鬼魂所走魂魄就会带走此人生前的贴身之物。这桌上的饰物乃是几位过世的主审贴身之物。臣的手下在断魂谷中寻到。难道他们真是被鬼兵？认罪书上已写明，若王上再要追查此事，恐那鬼兵会危及君上安危。自兴政城中闹鬼兵至今，人心惶惶，百业凋零。臣也以为国家社稷着想，最好还是息事宁人。哼！2位爱卿所言有理，寡人并非怕那鬼兵，只是恐百姓受难，社稷不稳呐。王上，只要在墓地举行一场亡灵祭奠仪式，便可令亡魂安于九泉，不再为祸。也罢，相国，案子暂且搁下，这祭祀之事就有劳大将军一手操办。若能平息此事，寡人必有重赏。臣领旨谢恩。必须要找到君相才。对，
老夫有言在先，破了案，找到军饷，就许给公子司寇一职。不过，现在军饷踪影全无。没错，找到军饷之日，便是公子走马上任之日。祖父，好，我们一言为定。那么，老夫先行告辞。韩兄，没想到祖父竟然出尔反尔。子房，不必自责。韩兄的恩情，良铭记在心。好，要的就是你这一诺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杀人取物的真正用意。可现在线索已断，我们该如何寻找军饷？破案若进展不畅，就不能只看案件本身，而要看人。看人？在政客眼中，世上只有2种人：垫脚石和绊脚石。所有可能强过自己的人，都是潜在的危险。那么，张开第食言，也是因为他已将韩非看成了潜在的威胁。如果这一关都过不了，也就只能被当作绊脚石扫除了。公子韩非求见。你说会给我一个证明，但却好像输得很惨。我这次不但赢了，而且是双倍。是不是想告诉我们，你之所以答应草草结案，就是为了张良？子女姑娘果然冰雪聪明。你少拍马屁。父王勒令张开地破案的期限已到，如果此案不了，姬无业就会趁机大做文章，子房必定受到牵连，此是其一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次所谓的结案是你故意做给人看的？只有粉饰太平，才能让幕后放松警惕，这时候正是发动反击的最佳时机。而张开地的食言虽然让我暂时无法成为司寇，却因此得到了另一件更珍贵10倍的东西。珍贵10倍？子房因此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，所以我赢了双倍。公子如此笃定，似乎一切已尽在掌握。难道你已经有了被劫军饷的线索？这个我还得多谢子女姑娘。我做了什么？那晚在天牢，2位王叔被人灭口。那个杀手没有想到，他螳螂捕蝉，却有子女姑娘黄雀在后。呸！你才黄雀呢！是，我用词不当，子女姑娘恕罪。你这个人看起来笨笨的，其实还挺精。那你猜我有没有碰巧抓到那个凶手啊？我看难。不过能在子女姑娘的追踪之下逃脱，新郑城中有如此轻功的人，我想来想去只有2个人，一个叫墨牙，一个叫白凤，他们都为一个人效力。姬无业。姬无业老奸巨猾，单凭猜测你就想抓到他的破绽，
找出军饷？当然不行。所以我要请魏庄兄一起去看场好戏。这100枚金币，你们尽情抢，谁抢的最多，我另有重赏。将军，公子韩非求见。是我的，是我的。韩非，他来干什么？大将军，这么晚了，是哪阵风把公子吹我这儿来了？深夜前来讨扰将军，只为军饷一案。军饷一案，这案子不是已经结了？未找到军饷，总是遗憾。军饷为郑国鬼兵所借，鬼神之事，不是人力所能挽回。公子不必过于自责。昨夜那些鬼兵托梦于我，说是很满意大将军的祭祀。哦，他们还说要把那10万两黄金还回来。若是如此，那自然再好不过。都愣着干嘛？继续抢啊！以为金币会跳进你们手里吗？这抢也要凭本事，凭手段，有实力才有资格得到。闹哄哄的乱抢，输了也没个惩罚，无趣的很啊！若是我，就换个法子来玩，会比现在有趣100倍。好，公子不妨说来听听。同样是分100枚金币，我不用抢的，让玩游戏的人抽签，按先后顺序提出自己的分配方法。这么多人，每个人都提一个方案，那听谁的好啊？很简单，提出一个方案后，让所有的游戏参与者对这个方案进行评判。如果方案不能获得超过半数的参与者认同，提方案的人就会被处死。什么？果然有趣。那如果这第一个人的方案没被认可，死了，又该如何？规则不变，按顺序继续下一轮。太简单了，最后一人只要否定前面所有人的方案就行了。反正前面的人都死了，钱就都是他的了。道理确实简单，但是结果真是如此吗？多少人默默挥下他们的汗水热血，多少人只是贩卖台面上的谎言，多少人随时准备远走高飞，多少智慧才能破解这虚伪的一切。
这世上的事情，有的时候看似有利，实则无利；看似劣势，却是优势。